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10月10号啊，又是星期五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这边下着大雨，很多医院啊、学校啊，还有很多那个商店都不营业啊，因为之前有一次水灾啊，就在去年吧。所以今年呢，这个下雨呢，就很多地方就放假了。根据天气预报来看呢，这个雨要下1星期，所以呢，这2天呢就待在家里面。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也就在家里面和大家随便聊一下啊。那聊点什么呢？之前呢都是聊一些新闻啊，还有一些移民的政策。但是我发现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聊自己的生活了啊，就是我们在西班牙最近的生活啊，就我自己都没怎么关心过。那么今天呢，就想随便聊一下啊，我自己也稍微整理整理啊。那么首先呢，就是有一个观众给我发了份邮件，那么挺长的啊，我就不想回信了啊。他呢也是，在在那个马来西亚，然后呢他要准备登陆西班牙的啊。那这个邮件呢，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他说，您好啊，Hope this email finds you well 啊。而我叫某某某啊，在这9月底刚办好了非营利签证。计划在11月份登陆西班牙。其实，在去年我有加到您的微信，不知您是否还记得？当时我还在马来西亚工作，跟您简单介绍了我的自身情况，也询问过关于非营利签证的事宜。今年年中，我辞掉了工作，开始着手准备。到现在终于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我还是有经常观看您的频道，我觉得您一直在不断思考和进步，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个邮件只是告知您我的进展，在此也感谢您的帮助。希望以后能有机会继续沟通。如果在未来某些方便的时机，有幸能在西班牙拜访您，进行深入的交流，就再好不过了。我会再跟您更新我的进展。再次感谢您和您的频道。2025年10月10号。那么我先恭喜啊！那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个观众啊，他比较怎么说，就是他人生当中啊，他就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达成目标啊，总是好的，对吧？所以先恭喜您啊！您以后不管任何的观众给我写信呢，也不用那么客气啊，您的。我这个频道呢，说实在的啊，就我主要是还是比较真实的，就告诉大家啊，就在这些年移民到欧洲，移民到西班牙，作为我这个年龄段，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以及我们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情况，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认知啊，一个学历，一个能力，那么在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生存的怎么样就更真实的展现。因为呢，我们也不是中介也不考虑赚大家钱，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一个参考虽然我前面刚看到那个老梁发了一个视频，说海外华人一盘散沙一盘散沙。虽然可能就是什么海外华人互害华人之间怎么欺骗什么但我还是真心的希望那个就大家
是好的啊，往好的方向发展，不管是谁啊，可能这个跟我的信仰有关系啊，我还是希望就是大家能变得更好的。那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种福报啊，一种积累。那么再聊聊这个今天的市场吧啊，因为今天美股跌得很厉害，那么有些那个网友呢就给我又发邮件了。其实我之前有一个视频，是那个就前两天在那个泰国什么3个原因啊就不能去泰国那个，还是要留在欧洲那个视频里面开头的5分钟吧，大概我记得我是讲了的啊，我就说了，就今年差不多就结束了，到头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更多的是研究啊，就现在这个市场，就你现在进来，你是很难赚到钱的。就拿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讲吧，我之前是330块，对吧？就前一段时间没多久吧，330块买的特斯拉，那么3周时间吧，还是2周多一点，特斯拉涨到430多，就盈利30%啊。那我后来就立刻卖掉了，包括那个英特尔涨到36、37的样子，就英特尔从18涨上来也翻倍了，对吧？当时我记得那个视频里面我就说过了，就不能太贪心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行情就不太可能会一直这么涨下去的。你看前面我看了一眼，这个特斯拉现在只有410几了。那如果说你是最近买进去的，你现在就变成亏钱了，对吧？所以就是，在现在这种黄金啊疯狂的涨，都超过$4000的情况下面，整个市场是不会特别好的啊。虽然这个黄金现在很热啊，但是我可以做一个小小的预言，这个黄金应该离大跌也不远了啊。虽然这个大跌肯定是有反复的啊，就不会一口气就立马跌下去，但是应该也不会很远了啊。因为我看到，就是有那种大的媒体啊，他们在拍那个泰国的民众都在囤积黄金，跑到那种店里面买那种金块啊或者首饰啊之类的啊，都说什么这个东西要上涨啊保值啊。这样子的啊，就反正就是像那种中国大妈的翻版，但是说句实在的，这个泰国的那些，就是我看那个视频里面拍出来的那些采访的人，他们也不像就是特别有钱的，对吧？就基本上都是普通人啊，就是感觉像要被割韭菜，真的，因为就这个价格啊涨到所有的这种就最普通的人，对吧？他全都要去买这个理财啊，去囤积啊，那这个就基本上这个价格就差不多了啊，这个规律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很多人虽然有很多理由啊，什么央行增持啊，什么美元不给力啦，什么战争原因啊，地缘政治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但是最大的原因啊，我觉得依然还是美国啊，就是华尔街，它控制着黄金的这个报价啊。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啊，所以我认为在现在啊，真的不能再去买入黄金啊，尤其是买那种就是首饰什么的啊，那种东西本来就是你本来卖出去你就要打折，对吧？更何况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黄金还有可能啊，它会波动一阵子的，就是它会有一个起伏啊，有一个就是
跌下去涨起来，跌下去涨起来，然后再突然一下子往下大跌。那么这样子呢，这个市场就是美股的市场必然要等黄金，我觉得要进入一个深度的调整以后，这个美股才会有机会啊，所以大家要看一看。那么接下来啊，10分钟已经过去了，那接下来就聊一聊最近的生活吧。其实最近，从心理上来讲，我们是过得比较轻松的啊，因为，其实之前也有犹豫啊，要有什么，但最终我们就觉得，因为我们明确了我们的目标，对吧？就不再会有特别的这种迷茫啊。其实人最难的就是你就决定是不是留在这儿，或者说你决定是不是要走，这种迷茫来回摇摆，或者说就是你要移民要不移民，对吧？这种来回的摇摆，这种我觉得是最难受的。那么一旦就是你明确了你的想法，那么接下来就是一种实施，是在准备，对吧？很多人啊，包括一些网友，他们肯定也会说你说了好几次了，怎么你还在西班牙？你怎么也没走啊？其实要是我现在口袋里面允许啊，我肯定立马就走了。我说真的啊，我说真的，也不是说这个跟西班牙就是说是好或者不好，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只是可能就对我来讲，可能住着几年了，觉得这种生活，就未必适合我们，对吧？但是呢，你现在在当前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除了住房以外啊，就你没个大几十万的欧元，对吧？你去哪儿呢？是吧？就你现在不是说我一个人，我肯定背个包理个箱子我就走了啊，反正我跟人家合租也没问题，我没那么讲究。那如果说你一家人啊，孩子要读书啊，要什么的，就你肯定考虑的问题也要更多，对吧？所以就是更多的时间啊，就一方面呢，还是要慎重的考虑啊，究竟就是要到哪里去。还有呢，就是要考虑，就是多存储点粮草，对吧？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吧？就你必须要存储足够的粮草，那么你才能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就是有思考的时间。我觉得太多人他们移民包括我自己之前也是的，就凭着都是一腔的热情就没有把很多事情想的特别的多就比如说有些人他们移民他们可能手里面就只有那些钱，然后呢他们比如说跑来西班牙，他就立刻买了房子，买了房子以后呢他就看到很多人，比如说他买一套买两套，对吧？租掉一套，他就这点钱，然后他租掉一套以后呢，他就靠那个租金维持生活。那么说句实在的就是他其实对这个回报率到底是多少？就这个房子每年要付多少这个土地税这种房子的这种就是持续消耗的钱包括租金的税收，对吧？就各式各样的钱包括你比如说你如果买个别墅，你还要那个这个打扫的钱你修花园都要钱，你泳池也要钱，反正各种各样的钱嘛，就他们都没有算非常精确的账然后自己能不能在这里赚到钱，这也是个问题。所以呢，就是到了好多年了就这个生活的质量就越来越低这个是真的，这个我身边看到的我身边看到的。因为一开始嘛，大家都不熟，大家不熟呢，就谈不到非常深刻深刻。那大家熟了以后呢有些人就开始
就跟你讲一些真实的情况吧，对吧？那么你说那些老的移民啊，那人家真的很多，江浙的很多福建的他们就打拼的精神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就是靠卖掉房子的那波人来，或者说纯粹花钱的，对吧？这个是我们做不到的。就算我们这些人后期又去投入去做生意，就你怎么可能就是竞争得过那些已经来了几十年，20岁就开始做这些买卖？你都那个，像我现在40多岁了，我再去做，对吧？我觉得就除了经验除了这种，别人还有一个家族还有什么弟弟哥哥姐姐妹妹的，对吧？可能人家就太多的这些优势。新移民我看到就来这边开这些生意的，基本下场都就不怎么好。而且就昨天吧还是前天我在一个移民的群里面看到大家到处在发一个视频，就是说在马德里就是有一个人，他也是夜里面大概10点钟吧，跑到人家那个就华人中国人开的那个超市里面就是卖那些吃的烟酒这种超市，然后他掏出一把枪然后就指着他要抢钱。关键是就那个人他还朝着那个就这人的头后面，就比如说我现在人在这，他朝我的屏幕上打了2枪，就开了2枪，就吓唬那个人。然后呢抢了300欧元就你说这个事情对吧？就抢了300欧元。你之前在巴塞罗那那些人就抢那些游客的手表什么的，那一抢还有几十万，最少也有几万前段时间抢了一个好像是50万欧元的一个什么手表也是一个中国的游客。那种抢你最少还有几万块钱，他这个就为了300欧元，他就可以打2枪。当然了，后来就是一晚上就马德里那个警方就说有好几起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人干的，还是他同伙干的，反正一晚上就好几起这个事情。但是呢，没多久后他们就被抓住了但是就是你搞不清楚嘛，他如果那个发疯了是吧？他给你就真的给你来1、2枪，对吧？就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就是你在这边说你要创业搞这个说句实在的，就我都没这个胆子我不是说我胆子小，就我真的没这个胆子就他如果真的有来这样的这种人，估计他天天来抢，我也没办法，对吧？而且说句实在的，这种枪指着你当然那个视频里面那个人也害怕但是我估计我说不定都要尿裤子了，对吧？真的拿把枪指着你在后面打2枪所以吧我觉得就是你要妥善的规划那么累积一定的粮草这准备好这个粮草以后呢，那么再考虑就行动，是吧？那这样子呢就是比较稳。然后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呢，你也会有就是适应期几年的适应期。像我们家的话其实我老婆她是适应能力我觉得在这边现在是比我强一点就对她来讲，其实她这边她要生存她要去找工作或者说她要干什么的，应该来说都没什么问题就她可能我发现我看问题的角度跟她也不一样，就有很多问题我看的我就会考虑的会更多一点但是他可能就不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每个人有关系的其实
如果说了深一点啊，我们就反正闲聊嘛，就聊到哪是哪，对吧？就其实经常我也看到有一些讨论不是那个中国人之间那种讨论，中国人之间那种讨论，那种论坛里面大家讨论，我觉得太单一了中国人之间讨论就无非是两种，一种就是中国就是什么都是好的其他的国家都不行反正就是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对吧另外一种呢就是中国就是最差的，其他的都不行其他的都比中国好中国什么都是最差的反正就你要说起来，他说他自己也是最差的，对吧那么我就觉得这种讨论太单一了也没什么内涵，对吧？所以我一般喜欢看他们欧美人之间他们讨论。就最近吧，你说那个，其实西班牙这边就对美国对那个什么以色列对吧？这个印象都不是特别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就是有一个什么船跑到那个以色列要去加沙那边，然后以色列呢就把这些人都给抓了反正抓了以后，后来把他们给放了。然后有一个人反正好像是一个西班牙一个女的，就被他们关在那个监狱里面了当然以色列说什么他是咬了他的手还是就咬了那个警察的手，还是军人的手反正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呢，就前几天就西班牙这边几十个城市吧就大家都在游行都要反对以色列，然后支持那个加沙还有就是那个西班牙这边又那个不允许，好像是武器什么卖给以色列，还是什么基地之类的反正就军事上面的这些事情总之一句就是西班牙反对以色列当然也不包括西班牙了，像什么意大利可能法国现在就整个欧洲对吧，在以色列跟加沙这个问题上是反对以色列当然不知道就是不是通过这样对吧，给那个美国一些压力是否在乌克兰这件事情上面希望美国能够更出力一点或怎么样，反正就是总的来讲就是因为反了以色列，那美国现在只有美国支持以色列，肯定就是对美国也不好，对吧？那我有件那个，我也不止一件了，我有几件衣服上面都是有一个美国的国旗的。我最近买了，我都不敢穿出去我都不敢穿出去因为我穿出去，我发现我就感觉有人就好像这样盯着你看瞪着你看，所以感觉就不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比如说移民了，对吧？从亚洲移民到不管是欧洲还是到美国，那么他们心里面多数是是喜欢欧美的，对吧？那当你现在碰到比如说美国和西班牙发生了这种对撞也好，或者说冲突也好或者说这种问题也好，那么如果你是住在西班牙的你会怎么看呢？对吗？你会怎么去就是理解这件事情？说实在的，我不是很懂政治所以就是其实我到现在我也不太明白就我不太明白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我就看到很多论坛上大家都在吵就是美国人反正也在骂说你们欧洲人怎么，然后欧洲人反正也在骂美国人，说你们怎么，就能吵到什么程度？都能吵到就是二战说什么没有我们美国，你们这个欧洲二战就完了什么的反正就吵得很激烈然后呢，还有就是美国全球收税，对吧？这个伤害到那个就欧洲的利益了那么还有就是俄乌战争，对吧？这俄乌战争这个问题，尤其是西班牙，因为最近川普还说那个要让西班牙退出北约为什么呢？因为
就是在北约上次开会啊，那个西班牙它是不同意把那个军费提高到5%的那个 GDP，本来说那个是2%本来是2%反正他提高5%，然后西班牙就不同意嘛，对吧？然后川普就意思说，反正说的很难听，说什么西班牙拖了后腿，说什么西班牙是个最落后的国家，然后要把那个西班牙要踢出那个欧盟啊。当然，就西班牙其实有很多点，川普都不喜欢啊。首先，因为像移民的问题，对吧？你现在基本上川普也说要向右了啊，那个你像意大利的什么梅罗尼啊什么，很快的就是欧洲里面应该来说是比较跟川普跟的比较紧的啊。你像法国呢那位呢，法国那位反正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他又在了，对吧？当时反正他就跟川普也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我觉得马克龙怎么说，就也算是一个能屈能伸的人啊，就第二任期川普上来了啊，他立刻又转了一种态度啊，对吧？那你像西班牙这边呢，你现在还是，对吧？其实从意识形态上来讲啊，它的这个跟现在美国的这个应该来说，完全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这种想法。再加上呢西班牙其实现在也是吸引了不少中国的投资，那这个呢，就对于美国他现在的这种情况来讲，肯定川普是不高兴的，对吧？川普的想法肯定是就是大家要不能让中国再崛起了，对吧？所以肯定是要这个跟中国脱钩或者怎么样。但西班牙你现在有什么宁德时代的厂来造或者说什么一些芯片什么电池太阳能能源反正都在谈当然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之前美国有说要有这种芯片能源公司来那个西班牙就是投资的，后来也没投当然也是川普上台以后可能就改变了，因为川普上台以后肯定是要就投资美国了嘛，对吧？他叫欧洲都要来投资美国，更别说你美国要投资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呢，就是西班牙这边呢他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就搞得这个川普不爽，对吧？但是呢，如果就像我们如果说住在西班牙如果我又以西班牙人的角度来看，对吧？就觉得就是西班牙曾经也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对吗？就你现在美国就你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我不一定就一定要跟着你做小弟对吗？就包括那个你像什么土耳其包括那个那些国家他们其实也都在也都在想就是现在这种中国挑战美国然后那个俄罗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就世界的格局说不定有新的一个变化说不定西班牙就像西班牙最近它这个经济不是 GDP 在那个2024年、2025年，总的来讲算欧洲里面算是可以的，对吧？欧洲里面大的经济体因为小的经济体的话，其实是那个塞浦路斯还有那个叫什么还有反正还有另外一个国家，一个很小一个国家，安道尔吧还是什么反正就不是安道尔，一个塞浦路斯，反正就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免税之国那么就他们经济是大概在6%。GDP 增长，西班牙大概是3%点多还是4%吧，反正就在大的经济体里面，西班牙在2024年、2025年是比较增长快的，对吧？所以西班牙说不定他会觉得，我说不定机会又来了，对吧？我为什么就一定要冲出去做小弟，冲在最前面，对吧？
就现在也是我要增加影响力、增加我机会的、增加我的筹码，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就很现实的，就如果你不住在欧洲，你也不住在这里，然后你没有去很仔细的观察，你只是看一些中文媒体，或者说，听一些中文媒体的这种他们的这种想法，对吧？其实你是很难看到这里面很多很细微的东西啊。但是如果你多看看西班牙的本国的媒体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关注点、他们的想法，对吧？所以这个世界呢，还是很有意思的30分钟了今天我就先聊到这吧睡觉了谢谢大家。